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连访问法、意、英、加、美5国，以强化与G7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和同盟关系。尤其美国总统拜登称，与岸田在一个非凡的时刻会面，释放了什么信息？美日军事联合将有哪些新变化？英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英国是否会在日本驻军？自卫队又会如何与英国军队协同行动？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张学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近来，美军不断在中国周边炫耀武力。据 CNN 新闻网和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1月13号报道，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在12号进入南海开展行动。美海军第7舰队在声明中说，航母打击群将在南海执行海上打击、飞行和反潜等训练任务。除了航母以外，编队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碉堡山号、伯克级驱逐舰迪卡特号、中云号和维恩麦耶号。而中云号就是1月5号美国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的那一艘驱逐舰。1月1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日2+2会谈上表示，美国将从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抽调一支新的机动部队，将其部署至日本南部的冲绳岛，预计将于2025年前成立。自卫队方面也积极配合美军。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改变过去将70%的武器储备集中存放在北海道的战略，在琉球群岛大规模扩建弹药库，缓减西南方向发生战事时的弹药运送压力。未来10年，陆上自卫队需新增90座弹药库，海上自卫队则需要40座。这些新建弹药库分布在琉球群岛，从九州南端延伸至台湾附近，包括冲绳。此外，日本还计划在琉球群岛成立3000人规模的冲绳防卫集团。日前，美军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联合基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兵力投送演练，备受关注。查尔斯顿联合基地的新闻稿表示，1月5号当天，共起飞了24架 C-17环球霸王大型运输机，将空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投放到5个作战地点。这是有史以来 C-17运输机从单一基地起飞的最大规模，展现了美军强大的空中快速兵力投送能力。据报道 ，C-17上搭载的除了作战人员以外，还有海马斯等众多装备。规划演习的巴瑞中校称，我们正在练习运输机突击作战，用最快速的方式建立起陆上打击基地。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快，对手就很难做出反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习，因为我们可能今晚就需要战斗。分析指出，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军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演练，绝非仅仅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那么简单，必然包括了在印太进行军事打击的想定。美国其实每年在欧洲、在印太方向都会进行相关的这个空运，尤其是一些关键装备的投送这种演习。你比如说用这个 C-17、C-130去投送，比如海马斯或者 M270到达相关的机场，那么进行攻击之后迅速撤离。这些演习的应该来说对美国在战时去调动兵力，包括我们说这个利用这种有限的兵力，那么在更大范围的机场里面去进行机动，还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美军史无前例从单一基地出动24架 C-17进行快速战略投送演练，壮观的空中场景被形容为大象飞行。从投送的力量包括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可以看出这算是一种战役级别的演练。那么演练内容包含有哪些战术？为何含有在印太遂行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在美空军运输机 C-130、C-5、C-173剑客当中 ，C-17环球霸王最年轻，也是科技水平最高的。C-17机身长53米，机高16.8米，翼展50.3米，最大起飞重量263吨，最大载重达到77.3吨。既能够执行远程战略运输任务，又能够执行将作战物资、人员、装备直接运入战区的战术任务。在军用运输机领域 ，C-17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世界上首架可以直接在前沿野战机场起降，而不需要战术运输机转运，具备一站式运输能力的大型战略运输机。
C-17可以在915米长的简易跑道上着陆，这一本领使其可在全球上万个跑道起降，作战范围非常广。这主要归功于采用了诸多先进的技术，最核心的呢就是反推装置。当启动反向推力时，发动机排气被导向前上方45度，从而起到制动的效果。凭借反推装置 ，C-17还能在25米宽的跑道上做180度掉头，这一宽度只有机长的一半，看起来呢就像在原地掉了个头。不仅如此，由于气流是向上排出的，还可以在发动机不停车的状态下进行装卸作业，大大提高了效率。再次起飞时间要比 C-5减少2到3小时。在最关键的装载能力方面呢 ，C-17的货舱宽度为5.49米，长26.82米，高4.11米，可以装运2架 AH-64武装直升机和2架 OH-58侦察直升机，或者是5辆装甲战车和38名士兵，或者1辆 M1主战坦克与其他车辆混装，或者呢2台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近年来，美军多次用 C-17运送海马斯进行远距离投送作战演练。不仅这次演练运送的装备包括有海马斯，在2021年5月举行的军刀卫士21演习当中，美军也曾动用一架 C-17飞行超过1600公里，空运2台海马斯发射车，向约40公里外的目标发射火箭弹之后，快速空运撤离，真正做到了打了就跑。那么这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有什么联系呢？众所周知，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是美军在印太地区遂行的针对岛屿作战的新战术，意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众多岛屿上建立防御阵地，遏制中国。海马斯则是尤为关键的装备，从美军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海马斯部署到日韩和关岛等地就能看得出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军手上的海马斯跟提供给乌克兰的是不一样的，是没有被阉割过的，能够发射导弹的，可以携带6枚火箭弹或者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够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陆上和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这2个弹种的结合被认为非常适合岛屿作战，海马斯因此成为了美军设想军事干预东海和台海问题的主要装备之一。而美军用运输机运送海马斯的演练，事实上就是一种新跳岛战术，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其实美军在印太方向上的布局呢，我们说更多的还是基于分布式部署。这个分布式部署的好处呢，就是美国方面能够利用自己更强大的海运、空运的能力，同时呢，它也是立足在印太方向上，美国可能会遭遇到对手这种饱和的攻击，所以呢，美国方面其实在前几年就对这个西太平洋，那么大部分的这种岛屿，尤其是有这个机场，哪怕很多机场可能是2战期间修筑的机场，那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而且呢，其实也进行了 C-130和 C-17的一些起降的训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1月11号在伦敦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重要的内容是，双方允许对方的武装力量在本国境内部署。英国成为澳大利亚之后第2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国家。法新社报道称，这个去年5月开始谈判的协定，既表明伦敦对印太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也显示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希望加强同盟关系。尤其是日本政府宣称，中国对其安全构成所谓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美日首脑会晤，拜登不仅称赞岸田文雄加大日本的军事开支，大力改变日本防卫态势，还抹黑渲染所谓中朝俄威胁，认为这是2国决定加强集体安全的原因。那杜先生，对于这些颠倒黑白的说法，您如何解读呢？日美加强军事合作，把中俄朝作为借口，这是之前常用的一个基本模式。潜台词大概有2个。首先呢，要强化美国大国竞争。美国在大国竞争中以中俄作为目标，那么需要更多的盟友，需要更多的炮灰，这样日本在前沿地区的有利战略位置，就会成为一个关键选项。所以目前看呢，无论是对日本的赞扬，包括对日本的支持，实际上都是拉日本加入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大框架。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日本目前在美国的所谓战略合作过程中，只是一个棋子而已。第2个潜台词就是借所谓的大国竞争突破和平宪法。
日本认为，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日本在美国战略框架中的作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如果美国对日本松绑，包括对日本提供高端武器装备技术，这样日本就可以把自己的自卫队变成国防军，同时拥有对敌方基地，包括对敌国的作战能力。这样，日本所谓正常国家、正常军队的基本目标就可以快速实现。美国防长奥斯汀正式对外宣布，要在2025年之前抽调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建一支滨海作战团。那张先生，针对滨海美海军陆战队会进行怎样的转型呢？这应该说是美国探索新的岛链战略的一种新的尝试，也就是说，把小股部队部署在一岛链上，然后通过一些导弹封锁大国海军的出海通道。那么这体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种转型，也就是说，它为了迎合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同时呢，也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军种资源。那么，它把作战重点从传统的进行两栖作战、地面作战，转移到进行海上封锁进行反舰甚至反潜作战。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那实际上呢，按照美国目前的军力部署，它把军事重点从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滨海战斗团部署在一岛链的岛屿上，它的自身生存都会成问题。在未来可能的爆发的冲突中在第一波的攻击中，那么这些装备将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对于日英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有评论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英合作往往更多顾及眼前利益，并不看好两国的长期合作。那杜先生，对于这份日英协定，您怎么看呢？日本和英国这种所谓的军事合作也是短视行为，某种意义是这样，也是美国在背后进行战略拉郎配的一种基本模式。目前看呢，所谓的合作两个目标第一呢，大量的所谓北约舰队、北约军机、北约军人可以进入到日本，强化美国主导的大国竞争。英国呢只是个开头，这样一旦有事，在中国周边，美国北约就可以形成以老北约国家为主要模式的强大进攻能力。另外呢，就是通过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把日本的军人、军机、军舰向欧洲去派遣。实际上，日本在检验自己的战略投送能力。所以，如果美国支持，有可能双方会有某种程度的进展。一旦美国在大国竞争过程中处于被动，或者是出于其他战略考虑无法推进，所谓的合作只能够没有太好的结局，或者是只是夏天阳光下的雪花而已。从1月12号到26号，印度和日本在日本百里空军基地举行突变守护者2023联合空战演习。那么，守护者是谁？假想敌又是谁？印度派出苏30 MKI 现场展示，并与日本空自所谓假想敌中队模拟对抗，谁会获益更多？印度出动包括加油机、运输机在内的庞大编队，不远万里跑到日本，成为美、澳、英、德之后第5个与日本举行双边联合空战演习的国家，又有什么企图？当地时间1月10号下午1时许，印度空军战机抵达日本，印军编队包括4架苏30 MKI 战斗机、2架 C-17运输机和1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日本方面还为抵达的印度空军飞机举行了水门欢迎仪式，双方均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出动4架 F-2战斗机和4架 F-15J 战斗机一道参演。日本航空自卫队组织了大批人员参观苏30 MKI 战斗机，把战斗机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日方人员还被允许进入驾驶座舱，印方则派驾驶员现场讲解。考虑到后续印日双方战机还将会有空战模拟对抗等演练，有网友担心，印度此举不但向日本飞行员曝光了苏30 MKI 战斗机的性能，还可以让日本通过类比法推断出中俄同类型战斗机的性能。作为俄罗斯来讲，每一型出口的战机都是根据用户和出口的需要进行过调整，特别是出口型战机与俄军自用的苏30战机呢，
还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电子和火控的能力上，以及机载武器的匹配程度上。如果是考虑到中国的苏30的话，实际上这种类推可能就更缺乏价值，因为中国的苏30系列呢，并不是中国航空兵的主力，而是中国航空兵呢这几年经过发展之后呢，我们的主力战机已经被国产的像歼10、歼20以及歼16这样的战机所取代。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苏30 MKI 侧卫目前是印度空军的中流砥柱。印度27个战斗机中队中有11个部署了苏30 MKI， 还有另外几个中队在部署计划内。但有分析认为，苏30 MKI 战斗机看似非常现代化，却是一款名副其实的老机。第一架俄制苏30 MKI 战斗机在2002年交付印度空军，而印度自行组装的苏30 MKI 则于2004年服役。印方分批次共购买272架苏30 MKI， 其中50架直接从俄方购买原装货，另外222架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制造装配。15度，这使它能够轻易地进行许多非常规的高难度机动。苏30 MKI 是一款多用途重型战机，机载武器有一门固定安装的30毫米机炮，12个外部挂点可以挂载8000千克的各种机载武器，包括 R77和 R27系列中程空空导弹，全向格斗的 R73近距空空导弹、KH-31A、KH-35空舰导弹和 KH-31P 反辐射导弹、KH-29系列和 KH-59ME 空地导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S8和 S13火箭发射槽以及多种航弹和集束炸弹。去年5月，印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机发射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试射成功。印媒称，增程型的空射布拉莫斯射程从300千米升至450千米。印度希望通过这款导弹建立其战略空军。然而，苏30 MKI 自从诞生之日起，不但少有一飞冲天的高光时刻，反而一直与坠机事故牵扯不清。尤其是印度开始自己制造以后，2015年，印度空军一架苏30 MKI 战机坠毁，2名飞行员无处投射。2018年，由俄罗斯设计、印度制造的苏30 MKI 重型战机在第一次试飞时坠毁，2名飞行员安全弹射出舱。而据印度媒体自己报道，苏30 MKI 至今已经坠毁了超过10架。从2014年，印度就开始抱怨苏30 MKI，要求俄罗斯改进发动机。此后又指俄罗斯矢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达不到设计要求，但俄方则回应称是印度自己的制造和装配技术有问题。有报道称，印度的苏30 MKI 保有量虽然有240架，但真正能够投入使用的只有130架左右，还有近一半由于各种原因只能趴窝。更有分析指出，印度苏30 MKI 使用的俄制 N011雪豹无源相控阵火控雷达，实际探测距离仅有135千米，而不是400千米。
其安装的 TKS-227数据链比枭龙战机要落后一代。实际上，尽管苏30 MKI 被认为一直在升级性能，但它毕竟是上世纪的技术了。现代空战是体系作战，如果雷达和数据链落后，恐怕难以支持高水平作战。目前，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在使用苏27以及发展型号战斗机，现役数量最多的首先是俄罗斯。苏30 MKI 战斗机是俄罗斯开发的平台，是苏30系列中装备规模最大的型号。俄罗斯在出口型的苏30 MKI 战斗机基础上，还开发出了苏30 SM 这款自用型号。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7系列战斗机，如今在苏27战斗机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歼16系列和歼15系列战斗机的装备。其中，歼15系列战斗机是用于航空母舰的战斗部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DJ 战斗机经常和解放军有空中交锋，解放军通常使用苏30 MKK 和歼16战斗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任务。为此，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DJ 战斗机有交集。这次联合军演中，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斗机的出现，无疑给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解苏霍伊设计局的产品。我个人认为，这种学习对于中俄的侧卫系列的机密呢，应该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们对于自己的主战飞机的使用呢，都是根据现实的安全情况呢，以及近些年的形势的变化，有着更多的理解和突破。特别是中国，那么近些年随着实战化的这个军事训练的增加呢，总结出了很多新的战术运用方法，更多的摆脱了俄军的思想。所以我们这些新的本领是通过这种浅层的接触是无法学习的。外界注意到，此次适应联合演训的地点是在日本关东地区唯一的战斗机基地百里基地，但 F-15 DJ 战机却是来自驻小松基地的飞行教导群。该部队通常担负着日本航空自卫队假想敌的部队角色。百里基地位于茨城县小美玉市，是日本首都圈内唯一的战斗机部队所在地。基地面积约 4.57 平方公里，有2条2700米长的跑道。基地北侧还有附设的茨城民航机场。百里航空基地曾是空自 F-4 战斗机的主要基地，但是自2021年3月17号起，自卫队的 F-4 和侦察 RF-4 全部退役。原本装备 RF-4 侦察机的部队转用 F-15J 取代为侦察机。F-4 则被 F-35战斗机取代，但是百里航空基地仍然是自卫队重要的航空基地。日本空自目前装备有201架 F-15J DJ 战斗机，一共7个战斗机中队，主要装备在千岁基地、小松基地、新田园基地、那霸基地。剩下的一支中队就是日本空自唯一的一支假想敌中队——战术训练战斗机中队。目前驻扎在小松基地的飞行教导队，号称是最精锐的特别中队。它于1981年成立，也被称为侵略者中队，标志是一条眼镜蛇。假想敌中队长期使用 F-15J 和 F-15 DJ 战斗机，在各个基地与当地的战斗机中队进行空中模拟对抗。据称，为了不像某些特定国家，战术训练战斗机中队特意将 F-15 DJ 战斗机打扮得非常花哨，让其看上去与众不同。假想敌中队的飞行员的服役期通常为3年，然后返回战斗部队，而他们的经验会被用于提高自身部队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他们还曾出动 F-15 DJ 与 F-35A 进行一次对抗演习，来了解未来如何与隐身战机作战。冷战时期 ，F-15J 中队长期驻扎在北海道千岁空军基地，在整个80年代都是应对苏联的关键力量。进入新世纪，日本又向美国砸重金升级 F-15J。
每架接近1亿美元。升级后，除了日本 F-15J 战斗机没有配备美制 AIM-120和 AIM-9X 2款空攻导弹，里里外外已经和美国 F-15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了。改进后的2支 F-15J 中队主要部署在南部冲绳那霸空军基地，针对的目标也是不言而喻。这次日本参加军演的主力战机还有 F-2战斗机。F-2战斗机由30重工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以 F-16为基础共同研制。F-2则属于支援型战斗机，主要任务是进行反舰攻击和对地精确打击。而 F-15J 承担的是日本防空的重任，无法携带反舰导弹，无法执行对地打击。与 F-15J 战斗机所不同的是 ，F-2战斗机是日本的进攻性武器。它能够发射反舰导弹，也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对海打击的主力。去年5月，针对中俄轰炸机联合巡航，日本参谋部发布的消息称，自卫队的战斗机紧急应对疑似入侵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上空的事件，并且配上了 F-2战斗机的图片。根据图上 F-2战斗机的外挂配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架 F-2战斗机都携带了射程170公里的93式反舰导弹。日本方面做出了回应，展示有进攻能力的 F-2战斗机，这说明日本已经不仅仅是打算要防空了，还暴露出日本的野心。这是要用 F-2战斗机能够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来回应中俄巡航。如果真的展开对抗的话，以日本 F-2的水平以及它所搭载的反舰导弹，很难对这样规模的海空联合编队呢是构成威胁的。特别是日本 F-2战机作为一款比较老旧的平台，对于中俄的新式战机呢，应该说是缺乏对抗能力的。所以说，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日本希望通过这种姿态呢，来表现，第一是它具有这种某种在特定的时候展开对抗的决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来表达，日本是坚定的从属于美国的防御战略的。有观察指出，印度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也是因为印度与日本都属于美国拉拢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的国家。这个小圈子大多数时候是在配合美国搞所谓印太战略。这次印日空中联合演习是在双方频繁开展其他双边演习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联合军演，双方还加强了政治磋商和安全对话。此次演习距离印度、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于去年11月8号至15号在日本关东以南的太平洋上启动马拉巴尔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仅仅1个多月。不过，有分析指出，这次印度苏30 MKI 军机编队的实际飞行路线上暴露了印度空军的战略短板的问题。这次苏30 MKI 战机编队并没有直飞日本，而是绕飞泰国和菲律宾，经过2次中转和空中加油后，才正式抵达日本百里空军基地。所以有人认为，是不是印度吃亏了？没有见识到日本最先进的 F-35。我个人认为呢，没有使用 F-35可能出于2个原因。第一是 F-35实在是太贵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F-35在日本装备体系中是一种绝对的高端产品，所以呢，只有在面对的类似水准的战斗机的时候， F-35可能才会参加这样的演练，而且日本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演练中呢， F-35的部队呢会收获到一些东西。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演练更多的是一种熟悉性的，所以还是把它交给 F-15J 这样的假想敌部队呢，可能有最大的用处。印军的苏30 MKI 战斗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现役主力重型多用途战机，而印度在军演现场开放战机座舱供参观，又与日本的美式战机模拟攻防，是否涉及战机技术泄密，又是否会让俄罗斯不满呢？杜先生，日本这次选择与印度空军进行联合训练，并进行所谓的零距离接触，目标呢不是在印度空军，而在于印度所装备的大量俄式战机。如果苏30 MKI 在日本自卫队前没有秘密，
在空战训练过程中，所有的参数全部被捕捉，那么今后俄式战机在全球的秘密将不复存在。而且呢，在训练过程中所得出的一些弱点，可以让西方国家分享，这样可以强化对俄罗斯空天部队主要武器装备的优势。另外，如果这款武器装备借助苏30 MKI 的外泄，那么今后俄罗斯在向外推销同类战机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困难。如果借助印度的泄密，全球苏30系列战机秘密全部外泄，这样无论是俄罗斯空天部队的同型战机，包括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同型战机，都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所以，俄罗斯目前向印度出口各类武器装备都应该提高警惕，否则的话，有可能所有的机密全部付之东流。此次日本空自的 F2战斗机也参加与印度的联合演练。去年5月 ，F2战斗机就曾挂载射程170公里的93式反舰导弹，来监视中俄联合巡航艇编队。那么，张先生，日本会否有意通过对抗演练来提高 F2的海上空战水平呢？印度参加这次对抗演练也有自己的想法。首先，从技战术层面来看呢，印度肯定也想了解一下 F2战斗机，因为呢 ，F2战斗机是在美国的 F-16战斗机的基础上放大研制的，它们有些气动布局是完全相同的，一些基站性能呢估计也有些相似。那么，印度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实际也装备了不少的 F-16战斗机。那么，印度了解了 F2战斗机的一些性能，未来在面对F-16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心里更有底了但是从它的战略层面考虑印度可能是主要释放和日本进行战略合作，它的政治信号，它的实际意义呢可能会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印度派出的空中特遣队它也不能够直接从印度飞抵日本，中间还是经停了像这个菲律宾和泰国。那么这表明它的这种空中投送能力，特别是像东亚的投送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未来如果在东亚方面有冲突，印度方向印度肯定也是望尘莫及的。